陪妈妈住院化疗这段时间，妈妈一直说想回老房子住，于是今天我回了一趟老房子，看了一下，想把老房子进行简单改造。老房子已经荒废了近30年时间，或许是忙碌的生活让我们无暇去想，但当我抚摸着老旧的院墙时，心里满满都是童年的回忆。小时候的点点滴滴又填满了我的思绪。因为长期没人住，老房子已经非常破旧，临时安装的大门显得破旧不堪，屋顶的瓦片脱落了不少，墙皮也掉了很多。院子里七零八落地放着一些邻居亲戚的东西，厨房外还摆放着那台曾经很先进的小麦脱粒机，外壳已起满了斑斑锈迹。儿时种下的咖啡也已经挂满了鲜红的咖啡樱桃。堂哥家还养了一些鸡、鹅和猪。菜地里亲戚邻居种满了各种蔬菜、水果，充满了勃勃生机。于是我有了一个初步的改造方案。盖房时，我们给他们让了1米多，导致我们进家的路已经没有办法开车进去了。所以今天找了一台挖机，把围墙倒了一部分，把路面扩宽1.5米。围墙是妈妈40年前带人用土冲起来，可能现在许多朋友都没有见过土墙是怎么冲起来的了。还有围墙石角，用的石头也是外的河边用人工背回来的。估计70角和冲围墙，大约用了围墙倒了一部分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把院子和菜园连在了一起，使整个老屋显得宽大了许多。我家的院子现在在整个村子来说都是最大的，面积达到了1200多个平方。也许有的朋友会说我家的宅基地超标了，其实没有，因为我家宅基地和自留地，也就是菜园是连在一起的，只要你不在自留地上建房是不违规的。这个位置准备挖一个大一点的坑，准备用来建一个化粪池。院子右侧，我准备建一个锦鲤池。在网上查了一下，锦鲤池的要求比较高，特别是深度，要求在1.5米以上，而长度和宽度就只能按照场地来设计了。现在这个场地宽度最后让挖机师傅把路清理出来，明天就可以拿工具材料进来了。有想法的朋友也可以把你宝贵的意见在评论区给我留下。今天的任务是把院子和房子台阶清扫出来，用来摆放改房子用的水泥、沙子和砖。正房台阶上摆放着一些柴火，因堂哥家烧着酒，所以让堂哥拉回去烧酒用。把柴火拉走后，再把台阶打扫出来，准备摆放水泥。楼梯角堆放着一些以前拆下的瓦片，也要清理出来，等翻盖老房子瓦片时，可以对损坏的一些瓦片进行更换。因长期没人住，楼梯角发现了许多老鼠洞，这里已经变成了老鼠的安乐窝了。院子地板上堆放着许多堂嫂用来培育芒果苗用的浆沙。我们这里盛产热带水果，有芒果、荔枝、桂圆、咖啡等等，是有名的水果之乡、蔬菜之乡，也是全国闻名的小粒咖啡产地。把浆沙清理后，院子里要堆放砌砖用的粗沙。刚把院子打扫出来，哥哥已经把建房用的粗沙拉了回来。不用不知道，现在的沙子真是贵得离谱，8方粗沙花费将近1200元。
在我们砌卫生间围墙时，却有意外惊喜，翻出了2个以前用的石臼窝。这是我们这里以前用来冲糍粑的，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见过。以前快过年时，家家户户都会冲一些糍粑，糍粑是我们这里过年必不可少的美食之一。而厨房外的台阶已经损坏了不少，所以决定直接敲掉。没想到挖下去却是一窝白蚁，因为没有带杀蚁的药水，所以我只能用。哥哥已经把明天要用的空心砖拉回来了，下完空心砖，今天的工作就完成了。今天是老房改造第3天，今天准备先把厨房的瓦片和房梁都拆了，因为厨房的船子和房梁很多都已经被白蚁蛀坏了。厨房比正房要改得晚好多年，在我记忆中，老家最先的厨房位置在现在准备盖卫生间的位置，当时还是一间茅草房，光线特别暗，并且比较潮湿。拆完厨房，还是不得不把中间的咖啡树砍了。本来想留几棵做纪念，但它刚好拦到了卫生间的门。把咖啡树砍了以后，就准备翻盖老房子的瓦片了。翻瓦片前，又在屋角找到了一个老旧的柜子。看着屋角的柜子很旧很旧，上面已经积满了灰尘。一见到它，我整个人便陷入了回忆。小时候，爸爸妈妈比较忙，平时就是奶奶照看我和哥哥，而每当我和哥哥哭闹时，奶奶便会从这个木柜中拿出好吃的糖和玩具。听奶奶说过，这个木柜是她和爷爷结婚时就让木工师傅做的，算下来已经将近90年了。清洗了一下，看起来就十分漂亮了。翻瓦片就必须在房外搭上架子，架子搭好后就正式开始翻瓦了。农村瓦房一般10年左右就要翻一次瓦片，因为风吹和下雨会让瓦片往下跑，最后导致漏雨。吃完水果继续翻瓦，今天的任务是必须把前面这一半的瓦翻完。翻瓦必须从下到上，先把原来的瓦拆下，把瓦上的泥土擦掉，然后再用混凝土把它粘在上面，把漏雨的地方重新盖好。今天首先把前面的架子拆了，挪到房后重新搭上。拆完架子，我还是到老房子的楼上查看了一下，楼梯的木板有少许的损坏，而楼上的楼板就被白蚁蛀了许多，估计得重新换上。老旧的窗子玻璃掉了几块，但窗外的风景却特别的迷人。查吧，今天首先把前面的架子拆了，挪到房后重新搭上。拆完架子，我还是到老房子的楼上查看了一下，楼梯的木板有少许的损坏，而楼上的楼板就被白蚁蛀了许多，估计得重新换上。老旧的窗子玻璃掉了几块，但窗外的风景却特别的迷人。房后的巷子其实也挺有味道，路边的石角记录着那个年代的故事。搭脚手架花费了大约半个多小时，然而磨刀不误砍柴工，该做的事必须提前做好。搅拌机在不停地转动，均匀地把水泥、沙子和水合为一体。今天我又要像猴子一样上蹿下跳了，
以前父母总说我们3天不教育上房揭瓦，现在终于可以合理的上房揭瓦了，不仅不会被父母骂，估计还会得到表扬。昨天把前面和中间的瓦翻完了，今天争取把剩下的全部翻完。翻瓦的工作确实比较辛苦，几个人干了2天，完成了2/3，估计一共要3天时间才能干完。今天就到这里吧，瓦片已经基本翻完，明天拆完架子就可以拆工吧。今天要把老房子楼上的东西清理干净，把被白蚁蛀坏的楼板撬了。原本计划把楼板全部撬了换新的，但检查了一遍，发现只有一小部分被蛀坏了，其他的大多还能用。为了节省开支，还是决定只更换损坏的部分。楼板拆了以后，要把楼上的垃圾全部清理出去。清理完垃圾，就准备把1楼的2面墙给拆了。以前盖的房子窗户都比较小，拆了后准备放一扇大一点的窗子，那样的话室内的光线就会比较好。我用磨光机试着把柱子磨了一下，没想到磨了后柱子露出漂亮的木纹，给人的感觉也是焕然一新，所以考虑把所有的油漆都磨掉。拆楼板时发现有一根柱子被白蚁蛀坏了许多，所以就必须把它加固一下，否则时间长了柱子可能承受不住房子的压力。今天是老房改造第4天，昨天因为没有走混凝土不会办，所以今天早走的就到一个新厂家做了小型的改造。今天要接着把昨天没有翻完的瓦片继续翻完。今天因为把脚手架搭好了，并且有了混凝土搅拌机，所以速度比昨天快了许多。因搅拌机搅拌得比较均匀，所以今天的任务做得比昨天要快得多，质量也更加好。翻瓦的工作确实比较辛苦，也有一定的危险性。翻瓦要求的技术也比较高，所以我只能搅拌混凝土，打下手。拌好混凝土后，爬到架子上把混凝土吊上去，拿给帮忙的叔叔们。本以为这个工作应该会轻松一些，没想到我上下爬架子20-30次，一天下来整个手臂都不听自己使唤了，并且我还有一点轻微的恐高症，想想也是为难自己了。最后把今天的视频看了一遍，看到最后才发觉4天的时间，太阳竟然把我晒成了小黑。先用水平仪把厨房和卫生间的水平打好，然后把水平线拉好。我还是一如既往的负责搅拌混凝土，运送混凝土。搞了几天，已经有很多的经验，砂石、水泥和水的比例也掌握得比较好了，铺的混凝土也比较好用，起活来也有模有样了。时不时的要把我的改造方案和师傅们详细的讲一讲，体的一些细节也要讲到位。当然搬运工的活也不能落下，在师傅们打砖的同时，我还要把老房子的旧地板给挖了，下一步准备把地板贴上瓷砖，这样的话以后住着会更加干净舒适，打扫卫生也会更加的方便。这干活的实际也就是本家的2个叔叔和同村的1个大哥，盖房子的经验都比较丰富。需要承认，专业的事情还是要专业的人来干，否则只会添乱。地坪4周的砖砌好，今天的工作也就结束了。今天是改造老房子的第8天，
今天要把老房子室内的地板全部挖了。首先把老房子里的东西给搬出来。因长期没人住，老房子里也只有很少的东西需要搬出来。40年前，我们这边主要是用石灰和沙子来做地板，因为那个时候水泥比较少，也比较贵，用起来成本特别高。不知道其他地方40年前是用什么材料来做地板的？用石灰和沙子做出的地板硬度就不够高，挖起来也相对容易一些。挖了地板后，准备用混凝土先搅一层，然后在上面再贴上瓷砖。卫生间的化粪池今天也马上做好了。这2天水泥的用量比较大，今天又让哥哥去拉了几吨来。今天收工比较早，洗完澡到怒江边去玩了一圈，也感受一下落日余晖吧。顺便捡一些鹅卵石，等去花台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的时候，也许还有用。今天要把这面墙给完全拆了，以前的窗子特别小，像一个洞一样，房间里面基本没有什么光线。以前的隔墙因为不是用砖砌的，而是用土基砌的，所以显得特别厚。土基是南方打墙用的一种材料，和砖有点类似。土基是用稻草和泥合在一起，放在一个模具内制成的。土基用的土质也特别好，所以老妈特别交代要把土基保存好，等花台砌好后用作种花的土。用土基砌的土墙看着特别厚，能起到冬暖夏凉的效果，并且做土基需要的成本特别低，基本就是人工的费用。把这面墙拆了以后，准备用砖重新砌，然后做一个特别大的窗子，可以让阳光完全照入房间。墙拆了以后，再把土和撬地板时的垃圾全部清理出去。下一步就是要把地板先搅上一层混凝土，等混凝土干了以后，就可以贴地板砖了。今天就到这吧。用磨光机把木板全部打磨一遍，把原来的油漆全部磨掉。刚开始觉得应该挺容易，但磨了之后才发觉并不是那么简单。以前用的木料并不是很光滑，很多地方都无法打磨到，阳光经常照到的地方就简单许多。磨完后准备用木蜡油涂一遍，准备做鱼塘的地方也开始清理。先用小砖把鱼池四周给砌起来，刚开始准备把它砌成一个长方形，后来想给它有一个幅度可能会更好一些，但砌好以后感觉又不是很舒服，但却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总感觉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既然感觉今天要把老房子的地板用混凝土搅一遍，搅地板我们用的方法比较简单，把粗沙抬到需要搅的地板上，粗略地估算一下数量。第一层地板大约需要6厘米厚，把沙子准备好后，再把水泥撒在沙子上，然后用锄头把沙子和水泥均匀地搅拌在一起。沙子和水泥的比例大约在5比1，最后用水把沙子和水泥搅拌在一起，要重复搅拌很多次，沙子和水泥的粘性才会比较高，搅出的地板质量才会过关。在做混凝土地板前，还要用水把地板全部打湿一遍，这样混凝土和地板才会结合得更好。用锄头把混凝土均匀地铺在地上，再用一根平衡木把混凝土找平。下一步铺瓷砖就会容易很多。这样搅地板，沙子、水泥和水的比例基本都是凭感觉的，所以有的时候水会少了，或者是水多了。水多了就只能再加一点沙子，等混凝土干了就能贴地板砖了。大多数男人都有一个当兵的梦想，这个梦想我已经实现了。
今天我就属于半休息状态了，因为今天要做厨房卫生间的房梁，做房梁要求的技术就更高，所以只能承包给别人做。最开始厨房和卫生间我本来打算还是用土墙来建，房梁这些都全部用木头做，但后来问了一下，现在做木工的比较少，并且做工都比较贵，相应的木材也比较难找，所以决定用钢架来做，这样就变得简单了许多，成本也更低了，并且速度会快很多。做钢架的师傅也是一伙年轻人，速度比较快，做工也比较熟练。如果全部用木头做，估计要用10天半个月才能把它做出来，但用钢架做，基本1天的时间就能完成。当然，木架房有木架房的好处，木架房更能体现老屋的特色。但现在建木架房成本会特别的高，估计是钢架房的2、3倍。把钢架做好后，明天还要把风间补好，最后才能上瓦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利用废弃的方管做一个顺手的工具。今天要把老厨房以前粉刷的墙壁全部铲掉，因为老厨房以前没有抽油烟机，所以墙面全是黑色。把老墙面铲了以后，要把它全部重新粉刷一遍。老墙面以前粉刷的还可以，铲起来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。以前粉刷的厚的地方就相对容易铲，而粉刷的比较薄的地方就没有那么容易铲下来了。老厨房面积也比较大，大约有40个平方左右，
所以干了一天都没把它全部铲完。老房子原来拆了的2面墙也要用砖重新把它打上。原来这2面墙上的窗子比较小，用砖砌了以后要预留2个很大的窗子，这样房间内才会有充足的光照。看着老房子每天都有新的变化，感觉每天的劳累都是值得。第二，今天就先干到这里吧，明天就是大年30了，后天是初1，估计这几天也干不出什么活了。不过坚持每天做一点吧。今天是老房改造第22天，也是大年30。今天带大家看一个老的柴火灶，这个灶和其他的灶又有很大的区别，准确的说叫马蹄灶，因为它的灶膛内放了一个马蹄形的炉子，估计很多人都没有见过。在炉子内放上水，等火烧起以后，炉子内就能提供热水和蒸汽，而蒸汽就可以用来蒸饭、炒菜、蒸饭2不误，比其他的柴火灶要方便很多。因为老厨房的面积比较大，我准备把它改成一个招待朋友的地方，朋友来了可以喝喝茶、喝喝咖啡，还可以把我以前收集的一些老物件摆在其中。所以今天抽点时间把这个灶给拆了，因为老厨房门口摆放着很多建房子用的材料，拆出来的垃圾还暂时无法运出，今天就只能暂时把灶先拆了，等门口的材料用完了才能把这些垃圾清理出去。也是大年初1。今天是老屋改造第24天，昨天下了一整天的雨，也就休息了1天。今天到堂哥家去拉一点老木料。堂哥家老房子的木料很多都是楠木，楠木属于比较珍贵的木材，木质也比较好。前几天和堂哥聊天时，
和他说我准备把菜园和花园用木栅栏给分开，准备去买一些木料。他说他家拆老房子的时候拆出了很多老木料，我如果用的话就去他家拉就行了，这又给我省下了不少钱。趁这2天没人干活，我先去拉一点。从改房子开始到现在，很多材料都是东家给一点，西家要一点，让我省出了不少钱。从现在来看，改老房子花费最多的估计就是工钱了。所以有改造老房子想法的朋友，一定要把预算做足，才能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改造。今年的冬天特别奇怪，整个年的前后一直都在下雨，从改房子开始到现在，一直耽误了7、8天的时间。今天抽了个不下雨的时间段，到老房子去量一下多，否则内心太焦急了。也是春节后正式开工的第1天。今天要把邻居和我家的隔墙用砂浆挂一层膜，等膜的水分干了以后，再用腻子粉刮一遍，最后再刷一层白漆。以前的隔墙是裸露的空心砖，太不美观了，擦的时候就白辛苦了。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，种田种地的人越来越少，留守老人和儿童越来越多。所以在我们有能力的情况下，尽量别让自己的父母成为留守老人，孩子成为留守儿童。今天的主要任务是把老厨房里面的垃圾全部清理出来，明天要用砂浆把墙挂一道膜。清理垃圾的时候，发现土墙被白蚁住了一个大窝，估计是这个位置靠近灶台比较暖和。把这台80年生产的拖力机也拖到外面先去摆放着，等房子改好后再给它选一个好位置。这应该也是一个老物件吧。最后把做人工小溪的地方也清理出来。今天是老屋改造第29天，还是决定只保留1/4的菜地，其他地方做成花园和鱼池，所以7大姑8大姨全都上阵，把菜拿回去。今天的任务还是把墙用砂浆挂一层膜，自己呢也好好学一下手艺，说不定以后还能出去凭手艺赚点钱。等房子改好后，自己也能学到不少东西。
前几天有朋友问有没有设计图纸，当时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弄，这2天按比例做了一个效果图，放在视频的最后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。昨天把菜园的土填平，预留了鱼池的位置。今天要把鱼池的底部用砂浆打15公分，因为鱼池的面积比较大，用人工的话就十分费工了。趁着挖机还在，用挖机搅拌砂浆就能省下不少工。改房子这段时间也总结出了不少经验，能用机械的情况下坚决不用人工。挖机1个小时干的活，人工可能就要5-6个工。这里还有一点经验给大家分享，就是建房、改造房屋、装修房子一定要有设计图纸。你可以把图纸反复更改后才开始动工，没有图纸的话，你就会不停地变更，不停地返工，最后就会导致自己的预算不足，甚至会把自己的预算增加1倍到2倍。所以做事情一定要谋定而后动，准备充足了才开始动手，可能效果会好很多。今天是老屋改造第34天。一个好的土灶台好烧和省柴是最主要的。首先，土灶是根据锅的尺寸大小决定灶和烟管的，高了火力不足，低了燃烧不足，烟特别大。今天呢，算是把柴火灶给砌好了，等砂浆干了以后，配上瓷砖就可以用了。今天是老屋改造第35天。挡墙做完后，时间还早，于是决定把鱼池也开始先做着。做鱼池呢，排水和防水都很重要。昨天晚上，哥哥连夜去拉了一车砖回来。卸砖的位置离鱼池的另一边还有一定的距离，所以只能用手推车把砖拉过去。整个鱼池砌起来大约需要9000块砖，所以今天的任务还是有点重。下午用木板搭了一条路，方便把砖运进鱼池内。老妈做了4次化疗以后，精神好了许多，今天也来到了现场。
我们这边边边。我在想，我到底是放木，是放木栏杆，做是放这个。放木栏杆，双向两个转，两个转。光两三个就刚到处就你在里边是我们站着就到直接，我们在外边嘛是很高的。老妈去医院做化疗这段时间，也是吃尽了苦头，基本上是吃什么吐什么，头发也掉了不少。不过做完化疗后，身体好了不少。鱼池马上就要砌完了，因为小鱼池比大鱼池这边要低着近10公分，所以要再次用水平仪找平一下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农村找水平用的还是水平尺，没想到现在都开始用水平仪了。温暖的阳光。那个土转了掉，本来是这种形状，看着就像个火种遇到了嘛，大冰坨。鱼池的形状，我是按一个侧卧的佛宫形象来设计的，寓意为大肚能容，容天下难容之事。运了1天的混凝土也没有出事，没想到最后一车翻车了。扯歪了。鱼池的砖基本砌完了，剩下一个缺口，明天早上把它补好就行了。今天终于把鱼池的砖全部砌完了，把鱼池里面用砂浆粉了以后，过2天就可以做防水了。今天工人比较少，请寨子里的人帮忙就是这样。他们自己家也有一些事，所以人呢忽多忽少的，并且这2天已经有很多人外出打工了。明天准备把院子的排水给做出来，然后把鱼池边的土回填一些，争取这个月内把鱼池全部给做好，把菜园和花园按图纸规划出来。该种树的地方要把树先给种上。所有房间的地板砖已经基本贴完。原先以为改造一个房子不是特别难，自己动手后才知道里面的辛苦。不过看着院子每天都有一些变化，心里还是挺美的。今天主要把室内的排水和院子的排水给做出来。我家的院子地势比较高，所以做排水就相对容易一些。
今天因为寨子里有事，一个工人都没有来，所以准备用水把鱼池周围的土泡一下，让泥土沉下去，把中间空的地方给填上。寨子里的事明天还要办一天，工人也不能来，所以只能找点自己能做的事先做着吧。前段时间用磨光机把老屋的面板、窗框打磨了一遍，很多粉尘飘进了2楼的楼板上。趁着今天没有工人干活，还是把2楼再打扫一遍。2楼的木地板很不光滑，特别容易沾灰，木板和木板之间的缝隙特别的大，木板之间的缝隙内有很多灰尘，想把它清理出来很不容易。今天先用扫帚把它清理一下，过2天要拿一个吸尘器或者吹风机来弄一弄。刚开始准备把2楼的木板全部换了，但靠窗子的这一块换不了，所以就放弃了。现在也不知道要怎么弄，才能不让灰尘掉到1楼。1楼打吊顶的话，楼层又太矮。谁有好的方法告诉我一下。今天依旧没有工人干活，不过昨晚联系了一辆挖机，还要去拉3、4车土，把鱼池的周围填一下。老房子室内的东西已经做得差不多了，所以这段时间我准备主要把院子给做出来。首先要把整个院子的土给弄平，然后把该种树的地方把树给种上。我们这边全冠的树比较少，所以一定要提前种。种下以后2、3个月，新的树叶才能发出来。等树种下去以后，就要把花园、菜地的区域给分化出来。花花草草还有菜就要逐步的开始种了。昨天也订了一些郁金香的种苗，估计3、5天以后就能到了。本地有的一些花种也去订了一些，估计1个星期左右，花园的大体造型就能做出来了。鱼池这边刚开始准备贴瓷砖，不过问了一下，贴瓷砖的话成本可能比较高。有朋友建议说直接做防水，然后调点色就可以了，也不知道这样行不行。今天到怒江州的一个苗圃内买了几棵大树，因为没有工人，就只能配合着挖机把树给种下去。种树要求的技术就要高一些。问了一个专门种树的朋友，说要让树穿上衣服保湿，最好能找一些稻草，但这段时间稻草有点难找了，所以只能选择用遮阴网，把遮阴网缠绕在树干上，然后用绳子固定好，最好把所有的树干都包好。这段时间比较适合移栽树木，成活率也比较高，所以就简单的缠绕了一下。树干的断头必须用泥给封上，这是最原始的办法，也可以选择用塑料薄膜包好，但那就相对费事一些。第一次浇定根水一定要浇足，并且要放一些生根粉，希望种下去的树赶紧生根发芽吧。今天先把昨天种的树浇一遍水。鱼池2侧的土因为挖机进不去，所以只能用人工回填。今天终于体会到机械的强大了，挖机10分钟搞定的事情，我用了近4个小时。当然这也是因为近几年干的活比较少，所以干起活来就相对吃力一些。鱼池2侧的土回填好以后，还要用水把土泡一泡，让土能够充分的沉下去，减少下面的缝隙。后面拉来的4车土，石头比较多，所以就要把石头挑出来，尽量的放在底部，
好多年没有光着脚干活，脚底板感觉有点生疼。不过还是坚持把鱼池右侧的土全部回填完了，距离把院子做出来又近了一步。昨天把鱼池右边的土回填完了，今天开始回填鱼池左边。左边需要回填的面积将近是右边的1倍，所以今天的任务有点重。挖机堆土的时候忘了这里还有一根自来水管，所以今天要把它挖出来。没想到劲势大了，把水管的接头给震脱了。最后弄了半天才把它给堵上。今天从中午1点一直干到下午7点，2天的时间，终于把鱼池的左右两边全部回填完了。不过也累得我腰杆都直不起来了。今天终于来了5个帮忙的工人。有2位是专门贴砖的师傅，前段时间已经把地板砖贴得差不多了，今天开始贴地脚线。贴老房子的地脚线特别的麻烦，因为老房子的实角和墙面相差着大约10公分，所以地脚线那里就要砌10公分的台子，但是没有办法。今天要把鱼池背景墙的瓦给盖了。原先拆老厨房拆下了很多瓦片，但是油烟灰尘比较多，所以要先把它清理干净。很多人说新的青瓦比较漂亮，但我还是选择使用老的瓦片。一是因为需要节省开支，二是对老旧的东西怀有深深的感情。还有一些朋友说把老房子掀了重新盖，但我觉得那就失去了改造的意义了。老房子住着虽然不是很方便，但它有着一份我们感情的牵挂，也有着儿时的记忆。我的童年是在这所老房子里度过的，老房给了我太多太多的快乐。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，当我们步入社会以后，随之而来的就是无尽的烦恼，再也找不到童年的那种快乐。前几天买的2个出水的龙头石雕，今天也已经收到了。瓦片盖好后，把2个龙头石雕也放进去试了试，大小正好合适。昨天收工的时候，工人偷懒了，没有对搅拌机进行清洗。早上只能用电镐把水泥块给弄下来，浪费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。所以监督工作一定要干到位，否则有的工人不自觉就会偷懒，导致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。
最后再把前些天种的树的树干上浇上一些水，保持树干湿润，有利于树的生长。昨天把鱼池用丙纶做了防水，今天还要在丙纶上涂一层防水漆，并且把防水漆调上颜色。做防水的师傅信誓旦旦地说，调颜色要按照比例，结果把颜料放在瓶盖上，才发觉瓶盖是漏的，最后只能是跟着感觉走了。先试着刷了一点，颜色和我想要的相差不大，看来经验和技术同样都很重要。今天做防水漆有2个师傅，所以速度就快了许多。整个鱼池差不多用了3个小时就完成了。今天除了做鱼池的防水漆，还要把院子、花园、菜园的水平做出来，把需要做路的地方用石灰粉画出来，然后按照线条挖进去15公分。新盖的房子还有一个通道没有硬化，我准备把石堆和墨都放在这个通道内，以后就可以用石堆冲糍粑和辣椒了。不过今天只能把石臼窝固定在一个位置上，因为它的木架子还没有做出来。因为放的时候放高了点，这位大哥竟然准备用锤子把它砸下去。线画好后就准备把路基挖出来，路基挖出来后就要在路基上做10公分左右的水泥硬化，然后才能在上面贴水泥地砖。前2天买的营养液今天也到了，不过因为没有钻头，只能用钉子钉一个孔。伸牛了，拔不出来。不过钉子钉进去以后，竟然拔不出来了。哦哟，这个钉子。哎，不给他把那个球筋弄烂的。最后费了半天功夫，才把营养液给树用上。栽树用营养液可以提高树的成活率。鱼池边因为还没有安上防腐的设施，一只调皮的小猪一不小心掉了进去，可能是受到了惊吓，人一靠近就跑得飞快，想把它捉出来还真是费了一番功夫。最后还是这个大哥比较厉害。今天院子、花园、菜地用的地砖还有路岩石已经运到，等把路基、菜地的箱子做好后，搅上一层混凝土，就可以放路岩石和铺地砖了。今天除了卸砖的师傅，干活的就是这个大哥和我了。其他工人因为这2天到了撒谷种的时候，都去忙农活了。
不过2个人也要坚持干下去。菜地一共长12米，宽是6到8米，每一箱菜地宽1.2米，中间的间隔为0.7米。镶上路岩石之后，间隔还有50厘米。整块地因为前段时间用车和挖掘机压过，还用水泡过，所以挖起来特别的硬。刚开始觉得应该1天干完没多大问题，没想到干着干着腰也酸了，手也疼了。昨天鱼池做好防水后，今天晚上准备放水把它泡一泡。不过因为单独的水管还没有做好，只能用这颗自来水来灌。但是这颗自来水的水管太小了，估计需要2天的时间才能灌满。晓不得？还是好打工啊！我估计只补水了吧？刚2天2夜，我估计头都满了。结果2个人坚持干了1天，只完成了计划的70%-80%吧。明天估计会多来几个工人，进度应该会加快一些。今天要把院子里的一些垃圾和建筑材料清理出去，为贴院子、花园、菜地的地砖做准备。院子边16竖角的这堆砖也要先运到大门口。这段时间手推车也在超负荷运转，今天把担子也弄坏了，还好附近街子上就卖着，不然就麻烦了。改建房子最麻烦的还是清理垃圾，现在能扔垃圾的地方也很难找到。这些砖运到门口以后，准备用来砌大门的柱子。建房子的材料很多就是今天放在这里，明天觉得不合适又要搬到其他的地方，有的来来回回搬好几遍。这些天不仅仅是附近的邻居喜欢来凑热闹，连小动物都喜欢往人多的地方跑。改建房屋实际特别的费工，估计工价和材料的费用要各占一半，所以做预算的时候人工成本你很难预算出来。刚开始我感觉改建这个房子最多用200个工左右就差不多了，但按现在的进度来看，估计得用500个工左右。咱这边那排稍微提高一点，这边稍微提高了点。今天除了清理垃圾杂物、砌花台以外，还要把昨天挖出的路基用水使劲的泡一泡，让新填的土尽量沉下去，不然以后做好的路和地板会沉下去，到时维修起来就特别的麻烦。砌这个花台也是临时决定，和原来的图纸有所不同。原来的图纸上这个位置和院子是一样平的，但因为邻居家的墙角比较高，从他家的墙角垂直挖下去，可能会导致墙体坍塌，而不挖的话又会变成一个大的斜坡，所以干脆退进来1米多砌一个花台算了。从大门进来和菜地连接的地方，也要砌一面挡墙。昨天往鱼池内灌水，感觉2天应该能灌满。今天看了一下，1天1夜就灌了1/3，看来要尽快的给鱼池单独接一根水管了。今天首先要把猪圈门口的这块地板的硬化给做了，否则进入雨水天这里会挤满雨水。以前农村的条件不是很好，很多地方都是土路，进入雨水天以后到处都是烂兮兮的。
卫生条件不是很好。现在农村的道路基本上都做了硬化，家里面的卫生条件也改善了许多。做花园和菜地还有一项重要的事要做，那就是把浇水的水管给做好。我在每一块菜地上都留了一个水龙头，等种上菜以后，在水龙头上接上软喷带，就可以给每一块菜地浇水了。前2天把要做路面的地方都灌了一次水，有些没有压实的地方落了将近20公分。去借了一台夯机，准备把路面再夯实一下。结果发现没有多大的作用。今天除了做猪圈前面的硬化以外，最主要的还是把院子的侧面、花园、菜地的路面用砂浆先打一层底，这些地方加起来应该有100平方米左右。看来今天的任务比较重了。我三叔平时干活都比较厉害，今天终于听到他说太累了。做路基不是简单的用砂浆灌上就行，还要把水平给找好，否则到了下雨天，雨水排不出去，那就麻烦了。原先挖路基的时候也打过水平，但是有的地方因为泡水后下沉了很多，所以就要用砂浆来把它的高度给补上。鱼池前面这一大块，泡了水后将近下沉了30厘米，放了很多砂浆，高度还是不够，只能等贴地砖的时候再把高度给补上。老院子改造不像重新盖房，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重新规划。老院改造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变更，所以会比新建房还要麻烦许多。
昨天把路基做出来以后，今天就要浇水泡一泡，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开裂，用水浇一浇泡一泡以后，这样的裂缝就会少许多。顺便也把前段时间育的郁金香苗浇一浇水，这些种子发芽率不错，有的已经长出来3-5厘米了。砖需要用瓷砖浇，所以今天跑了10多公里到镇上去买。贴瓷砖用的卡子一般都是你买瓷砖就会送，但卖瓷砖的并不会主动给你，不知道的人又要单独去买。这个东西就是，如果说是你不告诉我，就是要叫他送刷子了嘛，我连刷不是这个滚筒都不会要了嘛，回来了以后还要再跑一遍了嘛。包括去买瓷砖胶也是一样，如果贴瓷砖的大哥没有提醒我，那么我也不知道需要用滚筒，并且滚筒也是免费送的。商家也是抱着能多赚一点是一点的心态，但对于使用的人来说就比较麻烦了。没有滚筒的话，就会导致再跑一趟去买，花费虽然不大，但来来回回会浪费很多时间。但商家为了多赚你2块，是不会为你考虑的。除了贴鱼池背景墙的瓷砖以外，还要给老厕所这个位置的地板做硬化。这个位置以后准备养鸡，
地板做了硬化以后，打扫卫生就方便多了。这个地方距离搅拌机比较远，用手推车推砂浆比较麻烦，所以选择直接在地上搅拌砂浆，这样就方便了许多，速度也比用搅拌机来得快。明天准备先给菜地、花园的路做硬化，所以今天又去拉了一车搅拌沙回来。刚好哥哥的酒店拆了100-200平方的地毯，准备把它铺在2楼的楼板上面，也算是废物利用了。并且这些地毯还比较新，扔掉了确实可惜。老房子侧边还有一条小路，需要留一个后门。今天也要把这里的硬化做了，以后还要装一扇小一点的门。今天把拐角处和难干活的地方先做硬化，明天就要对花园、菜地的路动手了。昨天快收工的时候，哥哥刚好找了一车肥土回来。今天准备抬一些把菜地填平。
看着堆成像小山包一样的土，心里就虚了。不过还是拿着工具试着干起来。干起来，每人1小时都干饭了，到这，我的天！和哥哥约定，每人必须填满1块菜地才能回去吃饭。虽然是一句玩笑话，但还是卖力地干了起来。干到11点45，刚好每人都填满了1块菜地。粉墙的今天来了3个年轻的师傅。今年是盖房子的没有几家，但是装修房子的多不？也多了。年轻人速度干的就是要快一些，并且看着做出来的质量也不错。粉墙的工序比较多，来来回回连最后的滚漆一共要4、5道工序，因为面积比较大，可能也要干好几天才能完成，并且一道工序干完，中间必须得有一个间隔的时间。老房子刮起来要比新房子慢许多，因为它的结构不平整，拐角缝隙比较多。几点给我挂呢？挂了，都在那挂呢。因为不怎么放心，所以时不时的去看一下。没想到做泥水活还用上了做蛋糕的手艺。前几天把菜地的路岩石给放好了，但是路岩石之间的缝没有补。昨天去蛋糕店要了几个挤奶油的袋子，今天就把水泥浆放入袋子中，像挤奶油一样开始勾缝。这个的深度应该恰好嘎，另外呢还高的。高中的高中，但是这个拐角有没得来这个反正，这个不是错了，这个水泥板跟这个一样平嘛。现在不是。这里一块，那里一块。贴地砖的师傅今天继续贴砖，这2天都在贴面积比较小的地方，这些地方比较难贴，拐角什么的比较多，所以感觉一直在切砖，因为难贴，所以进度特别的慢。收工前还要把今天贴的地方泼上水，这样地砖才
今天来得早一些，做护栏喷漆的师傅还没有到，所以先把鱼池边这一小块的地先平出来。这段时间一直在考虑花园和鱼池两边的2块空地要怎么规划，查了一些资料，具体方案还是没有定下来。今天把鱼池的护栏喷漆以后，鱼池就全部做完了。好奇可能是人的天性，什么都想去尝一尝，试一试。无论结果是好是坏，试一试总没有多大坏处。鱼池护栏的造型和颜色就是这样的，希望觉得好看的比觉得难看的多一些吧。昨天挖机把门柱柱墩的土坑挖出来了，不过还需要人工再修整一下，毕竟有些精细活人工完成的要比机器完成的好一些。底座的坑挖好后就要搅拌砂浆进行浇筑了。昨天因为要让挖机，所以把搅拌机给拆了，今天要把它重新组装上。组装的时候才发现昨天还是没有清理搅拌机，今天锤子电镐什么的全都派上用场了。几个人忙活了半天才把搅拌机的滚筒清理干净。所以做任何事情粗心大意总是会给自己带来不少麻烦。不过人无完人，任何事情都追求完美的话，那就活得太累了。要学会把烦恼的事开心地接受下来。柱墩底部浇筑好以后，明天就可以把钢筋扎好，然后浇筑柱子的上半部分了。昨天把院子下面的石角挖了以后，今天要在上面浇筑一层薄薄的砂浆，然后才可以在上面接着贴地砖。要把钢筋用扎丝给扎好，然后把扎好的钢筋放在柱子的正中间位置，把柱子的四周用砖砌好以后，最后才在中间位置灌入砂浆。边到边，砖呢边到边了嘛，分口还留着，分口一边还留着10公分了嘛。中有10公分，那是一边10公分啊，一边10公分。大毛分口10公分要点。哦，不是什么，2公分一边2公分。那个我差不多。一边2公分。钢筋扎好后才发现，昨天挖的坑太深了，而买的钢筋又短了一些，所以决定用砂浆再把坑垫高30公分。放钢筋的时候要不停地调整方位，因为大门的方向是事先决定好的。钢筋放好后还要把电线给放好，因为设计的是大门不要顶，只要2颗柱子，所以要在2颗柱子上放2个漂亮的灯。放好线管后，还要把线管浇筑在水泥柱墩里面，然后再次确认柱墩之间的距离是否和大门的宽度一致。确定好之后，砌砖的师傅就开始砌大门柱墩外围的砖了。砖砌好后还要等个1-2天才能往中间浇筑砂浆。如果砌好后就直接浇筑砂浆的话，会把外面的砖给撑爆了。忙了一天，今天只砌好了1颗柱子，地砖还在继续贴着。大门进去到院场的路还没有用砂浆浇筑，这2天也要把它弄好，然后才能贴地砖。估计所有地砖贴完还要7-8天的时间。
现在的菜地和花园的一半是拉土回填的，回填以后用水泡过几次，也用货车和挖土机在上面来回碾压过。但菜地的下半部分因为太靠边了，货车和挖土机没有压到，只是用水泡过几次，泡了水后也下沉了将近20公分。当时觉得应该落得差不多了，并且还有点想赶工期，所以就匆匆忙忙地把菜地给做出来了。原本想着菜地的土还会落一些，但不会落太多了。没想到昨天晚上泡了一夜水之后，有的地方竟然还落下去了30公分左右，整个菜地变成了波浪形。不过对于改房建房来说，这也是常有的事。等整个工程快结束的时候，再把菜地落下去的地方重新弄一下就可以了。不能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就把自己的好心情给弄坏了。今天要把大门的柱心用砂浆给灌上，灌砂浆的时候还要放一些小石子在里面，纯砂浆灌出来柱子容易开裂。柱心灌好以后，要把进大门的地方给弄平，如果不平的话，很可能会导致大门装上后无法打开。进门的地方弄平以后，还要把2根柱子给粉了。搅拌机在的地方又拦住了贴砖师傅干活，所以又要给搅拌机换一个地方。贴地砖也成了每天的必修课，只要哪天没有贴地砖，就感觉没有干活一样。改建房子考验自己的地方很多，从这段时间来看，最考验自己的还是耐心。
外面。今天要把大门到院场的路用砂浆搅一下底。昨天已经用面纱把路铺起来了，但高度还不够一点，所以今天还要用手推车再拉进去一些。因为路上垫了一层面纱，一个人根本就推不动手推车，所以只能一个在前面拉，一个在后面推。进门的这条路最窄的地方有3.5米，最宽的地方有6米宽，面积比较大，用的水泥也就比较多，小型搅拌机也就用不上了，要给它挪一个地方。面纱铺好后，要把水泥均匀地铺在面纱上。路面的各个角落也要把它找平，不然后面就没法贴地砖了。搅拌砂浆需要大量的水，抽水机的水管不够长，只能再重新找一节水管。劳动人民的智慧真是无穷的，为了省力气，竟然把耕地用的寻根机用在搅拌沙灰上。不过这东西确实比较实用，又省时又省力。机器用完后，还是要用人工把机器没有搅拌开的搅拌一下，最后再用人工把路面找平一下。等明天砂浆干一点，就可以接着贴地砖了。贴豆汁准备给菜地里种的豆子、黄瓜搭盏。只是差，那黄瓜呢就要差了啊。那怎么才会30多克嘛？黄瓜这排过后就60来克了。红掉了，反正能打的水管肯定是100去啊，那家就看到那边。但是这个是1颗放1颗的噻，那怎么搞够啊？一箱啤酒60多克，那你要1、2、30多克多是吧？这不30多了啊，30多克就是3箱了。3箱我2桶的就是2斤那个，哇，你开始30多桶。刚开始围墙上准备做一排木栅栏，但后来感觉不安全，所以还是决定再提高2块空心砖的高度。所以今天又去拉了一些材料。今天下着雨，没有工人干活，所以只能拉着哥哥、嫂子一起下砖了。啊，我递给他，他不讲。别你递我是我包的那种啊。我可以递到。我可以。不要你来我这个位置，我踩在这个中间啊。哦，来，3个板子。哦，你快抽。那个板子爬着才。哦，3块板子是锁的。3块木板子全部锁住锁上头，木板子才是，你看着你的头啊，那个石头5万。5万。那中国老师真有看了的啊，再过来，你主要别在那，这样，我这个打我说一是木板。好。今天这车拉的比较杂，有空心砖、小砖，还有沙子。